哎呦，一婷，你调查清楚没有啊？那个女孩是公司高层的女儿，罗总监拍她马屁还来不及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哼，是啊，原来现在只要是个人，就是有家室的。有人吗？不是，快递。嗯，啊，好，我去啊，消气儿啊，别生气了啊。啰嗦。喂，一婷。姐夫啊，你替我买几样东西吧。啊，只要在我范围之内的，没问题。你说吧。哼，就知道姐夫最仗义了。你放心，我没有让你投资。我要去面试，需要新包、新衣服。有人赞助的话，我就发朋友圈，给他做推广。要不是因为你啊，我才不会丢了我的工作。什么？丢工作？怎么回事啊？若是因为你不帮我的新栏目投广告，我被开除了。啊，是吗？哎呦，抱歉啊，这我真没想到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那你认识电视台的人吗？我想跳槽。哎呦，电视台的人，好像就认识这么一个，而且还不是很熟。哇，那你认识的人级别肯定很高。那这样吧，你就帮我进电视台，这样呢，我就不怪你害我丢了工作的事了。那我试试，只能说试试，好吧？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那你尽快帮我安排啊，尽快给我赞助。嗯 ，OK。一婷，你在让谁给你赞助？你管得着吗？是你姐那个男朋友吧？不然呢？我跟你要，你有啊？是，帮我的不多，管我的倒挺宽的。一婷，你现在真的不适合跳槽。哎呀，你管不着。喂，妈。明浩啊，哎，你现在跟依山怎么样了？依山，挺好的。我跟你爸和你姐正在商量呢，看怎么跟奶奶说。哎，今天晚上你就回家来吃饭，逗奶奶开心一下，没准一开心啊，她就同意了。嘿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？总之啊，你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好吗？行吧，放心啊，一定搞定奶奶。嗯，早点回来啊。哎，好嘞，拜拜妈。奶奶，您近来可好啊？奶奶好。你不是不回来了吗？不是要跟我断绝关系吗？奶奶，你还真生气啊？不至于吧？我担心您的身体啊。还担心奶奶？奶奶，这明浩既然回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明浩那么聪明，从小到大什么事儿他都能自己想通，这事儿估计也没问题。娟姐，我看这个未必，别的事情他能想通，这感情的事他就不一定能想通了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是我让明浩想不通的？妈，振宇他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说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他就是感慨一下。行了，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爸妈，奶奶，不好意思，我回来晚了。你回不回来都一样。我今天是找明浩，所以你们在，都是帮倒忙的。奶奶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今天晚上呢，踏踏实实吃顿饭，饭桌上就不聊这些事儿了，行吗？嗯，好啊，咱们就吃饭。哎，好，不聊别的，踏踏实实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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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？哎，你脸臭成这样，给谁看？这秦明浩
面子真大，朋友也多。他一个电话，就送来这些包和衣服，简直随随便便就搬来一个衣橱啊！我说你这姐夫还真不是一般人啊。样式也不错，我还是恨他不给我投资。我觉得人家没错，人家是商人，人家做什么都讲究利益回报的。包不错，算他有眼光。人家振宇集团的太子爷人脉真广，咱们得好好发朋友圈帮着推广。哎，你说为什么那些人的命就特别的好，不像我，出生在一个瓦罐汤的小店主家？哎，雨婷啊，以后我们的宝宝就不一样了，他生在艺术之家，没有铜锈味儿，是吧，宝宝？哦，乖了，乖了，乖了。艺术家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还在整天做梦。都是马上要当爹的人了，别天天说自己是艺术家。哎，再说了，艺术家养孩子最难了，难道孩子只依靠呼吸艺术就能吃得饱啊？那你当艺术家，咱们家不是还有我呢吗？我拼了命也饿不到你跟我的宝贝儿子的，对不对啊，宝贝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肚子好像大了一点？哎呀，你不要胡说，才过几天而已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我产生错觉了？那个，明天电视台面试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废话，是秦明浩亲自推荐我去的，我肯定会被录取的。哼，我一定要气死那个姓罗的，反正我叶一婷一定会红的。等我红了之后啊，我一定要封杀那个小狐狸精，还有姓罗的。安迪老师，我是秦明浩，秦总介绍来的，你们认识吧？对，在美国的时候就认识了。啊，他是我姐夫。姐夫，他结婚了吗？啊，未来的姐夫。你们是大学同学，那关系一定很好喽。那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在工作方面就请多多关照啊。等会儿啊，我还没说要录取你，我可以先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哦，问呢？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我没有啊。那你以前生过小孩吗？啊？还是你一直就这么胖？这样可不上镜啊！你知道咱们这行的。我哪里胖啊我？胳膊、腿、脸蛋。我不到90斤呢，怎么可能会胖？不到90斤？你真的假的？你当我3岁小孩吗？不要说谎哦。我干嘛说谎？你现在随便拿个磅秤出来，我称给你看。如果我真的超过了90斤，我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OK。如果你不超过90斤，我立刻录用你，怎么样？不可能，这磅秤有问题。是你人品有问题吧？不公平，这个肯定坏了，你去拿另外一个来称。这个要不准的话，请问什么才是准的？什么都有可能是坏的嘛。我录取员工的第1条原则就是不喜欢录用爱撒谎的人。所以你不打算录取我？哎，你搞清楚，秦总秦明浩是我姐夫，你们不是朋友吗？录取员工的第2条原则就是不喜欢录用爱搞关系的人。况且你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让我满意，而且在播音主持方面的学历也只是个培训班而已，连基本的英文都不会。请问你让我如何？哎，你够了啊！你不要以为你喝过几年洋墨水就拽得跟258万似的，不过就是个电视台嘛，你以为我想来啊？就因为我不小心胖了几斤，就不断的攻击我，你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的德行。叶小姐，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话的话，我只能讲你的涵养也很有问题。对呀，我就是没涵养，怎么样？你拿我怎么样？瘦皮猴！哼！徐安，你这是在劝我还是在气我啊？那个安迪从头到尾没有问过我一个专业问题，只叫我称称体重就叫我回家了。秦明浩这个家伙是故意派那个安迪来羞辱我的，是不是？气死我了！依婷，你先冷静点儿，咱们去不了电视台没关系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让你留在网站继续工作，好吗？
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我不想见到你了，我也不想在网站工作了。宝贝，你先别生气，你现在怀着孕呢。你以为我乐意生气呀？孩子，孩子，你只关心孩子，你从来不会关心我。你们男人都是自私的混蛋。马上快2个月了，现在呕吐的情况还厉害吗？好多了。医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大概几个月可以做流产？什么？你要做流产？现在可以做吗？那你要抽血化验。那就抽吧。医生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还是挺紧张的。怎么了？是你非要见我妈的，你到了门口又害怕了？对呀，我要娶你，我可不得见你妈妈。再害怕，我也得见啊。哎呀，我妈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，她看到你啊，肯定喜欢你的。真的？那你给我点力量。好吧。怎么样，不害怕了吧？哎，好多了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走。没事的啊。哎，妈，姑姑。阿姨，姑姑好。依山呐，这位是大嫂，这还用问？这个肯定是依山的男朋友啊。阿姨，姑姑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来的比较冒昧，也没给你们打招呼，抱歉。店里坐吧。好，谢谢阿姨。来，进去吧，里面坐。好。请问你今年多大了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阿姨，我叫秦明浩，今年29岁，我是本地人，在本地自己开了一家公司。哎呦，自己当老板啦！你认识我们依山多久了6年了。啊？那么久啊！依山，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起过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虽然认识了6年，但是后3年呢，我出国了，这不刚回来吗？哎呦，还是海归呀！哎，不错。你怎么就会说不错呀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那你会娶我们依山吗？对。阿姨，今天我来这里，就是想郑重地告诉您，我爱依山，我要娶她，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的。我希望您可以放心地把她交给我，行吗？小琴呐，这有点太突然了，我不能马上答应你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可能那么草率地把我的大女儿交给你。我想问一下，您父母是做什么的呀？哦，我父母呢？是做生意的。跟我们家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小琴呐，哎，我这个女儿呢，很单纯，人很老实，也没谈过恋爱，也很善良。你以后啊，不可以让她受委屈啊。阿姨，这点您放心，我受委屈，我都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那你们家里人见过我们家依山吗？你们两个的事，他们同意吗？当然见过了，我爸妈特别喜欢她，就是我那个奶奶。是啊，他们家人都很喜欢我的。那就好。这谈婚论嫁呀，就得征得家人的同意。哎呦，依山啊，我多担心你啊！一直不谈恋爱，怕你嫁不出去，步我后尘。没想到你突然之间带这么一个靠谱的人回来。既然来了，晚上就留在这儿一起吃个饭吧，尝尝我们家祖传的瓦罐汤。哎呦，不错，坐会儿啊。哎呀，不错。吓死我了！
没事了，挺好的，别怕别怕。没事。姐，你快来救我，我快要死掉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依婷她头晕，差点摔倒在街上，我现在去看看她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离得很近，你在这里待一会儿吧。那我开车比你快啊。没事的，依婷嘱咐我要我一个人去的，反正也不远，你在这待着，一个人没关系吧？那倒没什么，那电联吧。你要做人工流产？我明天就要做，可是我有点害怕，我想让你陪着我。依婷，你真的确定你怀孕了吗？我确定好多遍了，2个月了，我必须把它打掉。那，是徐爱也同意让你打掉的吗？那个，我不想当妈妈，还有啊，她没有办法养活这个孩子。什么？他没办法养活你跟孩子，那你们订婚？气我死了！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是爱你的，要是他真的想跟你结婚生孩子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你要我怎么说才明白啊？你要我辞了工作，每天就养活这个孩子吗？哎呦，姐，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讨论结婚养孩子的问题，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人生还没开始，我还有好多事业要做呢。我不想才刚从学校毕业，又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但当了老妈子，你懂不懂我说的话？可是你身体那么差，大夫肯定不同意你打掉的。哎呦，可是我不能等下去了，姐，你陪陪我好不好？你帮我。我想想吧。是我要打胎，你想什么？你陪我就行了。依婷啊，打胎会很伤身体的，你还是不要这样吧。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孩子留下来。你们2个是不是真心相爱？要是真的话，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啊。哎呦，这就是那个所谓孩子的爸爸唯一会做的事——打电话。你要我把一生的幸福，还有我的生活，还有这孩子未来的生活，都寄托在这种人身上吗？哎呦，你以为如果我找到一个能够让我幸福的人，我会不想把孩子生下来吗？姐，反正你跟那个有钱的秦明浩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怎么会了解我这种穷苦人的痛苦？依婷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是看你们2个是不是相爱。不要跟我谈爱情，这东西是奢侈品，我现在消费不起。徐岸，就是他。你现在不要跟我提这个人，提到这个名字我就烦。喂，是啊，我跟依婷在一起。哦，没什么事，你呢？在店里还好吗？啊，一会儿我送依婷回家，我再打给你吧。先这样。哎，秦明浩现在在我们店里啊？是啊，他要见妈和姑姑。你带他去见家人了？那你也见过他家人了？也算是吧。所以你们很有可能就要结婚了。哼，是啊，我的亲姐姐，你怎么就是这么的好运啊？我呢，我永远都这么悲催，怀着孕，然后像只可怜的野狗一样蹲在路边可怜兮兮的。可是你呢，即将嫁入豪门了。依婷，你别这么说，没有那么可怜吧？我现在不是在陪着你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回家，再想想办法。算了，我先去一趟店里好了，反正我们回家也经过。可是你身体还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刚打了点滴，精神好多了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
依婷，依婷，哎呀，你烦不烦呢你？依婷，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，你脸色这么差。你很啰嗦啊你！依婷，我是担心你啊，我找了你1个下午啊。徐岸，你来了，你要好好照顾依婷。哦，姐姐也在。徐岸，要是你真的喜欢依婷的话，你要陪在她身边，不会在这里傻等她。依珊姐，我一直在找她，但她不接电话，因为下午面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哼，你还敢跟我提面试的事啊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我拜托你，你赶快滚！我现在看你就来气。我很好，我没事，那个孩子还在我肚子里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可以了，你可以回家了，再见。哎，依婷，依婷，哎呀，哎呀，依珊姐，妈，给我弄点吃的，我饿死了。你妈累得快要死了，不帮忙干活，还点上菜了。哎，你女儿一整天没吃饭了，快弄点吃的。哎呦，真是的。2号桌上个套餐。来喽！哎，依婷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在我家干活啊？对啊，帮忙吗？妈，你快点过来呀，妈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喊什么喊哎啊？呀，你疯了呀你！怎么了你怎么会让他在我们家干活啊？哎，依婷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？你不知道是吧？这是你姐姐的男朋友秦明浩。我会不知道秦明浩？他呀是振宇集团的继承人。你搞错了吧你？他跟我说他们家跟我们一样是做小本生意的。对呀、啊，像我们这种破店，在他们秦家眼里就是9牛1毛的小生意呀。依婷，你有眼不识泰山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小秦呐，真的吗？你真的是振宇集团的继承人？依婷怀孕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刚知道。这个孩子是我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负责任。请你跟家人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他跟孩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想跟他结婚？当然是啊，但是现在依婷不想跟我结婚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爱她了。我不光爱她的优点，我也爱她的缺点，甚至于她的小虚伪，偶尔的暴脾气，还有她的鲁莽冲动。她的一切，在我眼里都是那么可爱。你跟我说那么多，就是想让我劝劝我妹妹，不要放弃那个孩子。是的，而且依珊姐，我还希望，如果你知道她决定了要偷偷做掉这个孩子的话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依婷很冲动，她特别容易冲动，但她冲动做的事情总会让自己后悔。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爱的女人跟我的孩子身上。你放心，我会看好她。我祝你们幸福。依珊姐，谢谢你。你那天带到明浩房间的女孩是谁啊？是叶一山吗？除了她，还能有谁进明浩的房间啊？那屋里的花都是为他种的，你没看到啊？这个叶一山当场看到满屋子的花，立马就感动的眼泪哗哗的，就跟明浩复合了。哎呀，好浪漫呀！我说你也是个大功臣呢。那当然了，小叶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还挺有礼貌的。不光秦董喜欢，太太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哎呦，好多年没见你们娘俩这么开心了。一山，你嫁得好，就是我们家转运的第一步。别这么说，离结婚还早着呢。啊，赶紧结婚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你就是个乌鸦嘴。哎呦，不应该这么说啊。依婷，多向你姐姐学学，不要整天和那些不靠谱的男孩喝酒鬼混，不然小心以后遇不到好男人。哎呀，出去出去，烦死了！你们都烦1个晚上了，还不够啊？哎呀，发什么脾气啊你？你对你姑姑什么态度啊你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也累了，走吧，姑姑你也走。哎，走走走走啊！
我是不是已经见过叶一山了？啊，是不是让他到我们家里来了？妈，您别生气啊，您听我慢慢给你解释这件事情。之前您不是让我去明浩公司，去看看那个叶一山的人品是吧？我听您的话，我去了。谁知道刚到公司门口，我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，恰巧是叶一山，人家救了我，送我去的医院。我为了看看他的人品，我讹人家说他撞了我，可是人家不但没有生气，还给我交了医药费，交了住院费，还给我买了午饭。后来呢，我为了进一步看他的人品，我就把他的身份证也给扣下了。哎，人家还没急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觉得啊，这个叶一山他的确是一个这个人品非常好的人，啊，所以呢，是我做主啊，我就说把叶一山叫到家里来，好好的跟人家谈一谈。哼，你把他请到家里来，不是明摆着撮合他跟明浩吗？这个时候他们俩一定复合了。你们背着我做那么多小动作，想我死得不够早啊！哎，妈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怎么敢啊？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您怎么这么烦叶一山呢？人家哪儿得罪您了？您怎么那么不待见人家？你在教训我啊？你为了那个臭丫头跟我作对呀？啊？不是，妈，振宇他是说您一向都很开明，又很疼明浩，怎么就对这个问题那么想不通呢？明浩啊，他很爱叶一山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如果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明浩有可能就会痛苦一辈子。这难道是您想看到的吗？你给我住嘴！一天到晚冲着你儿子，这主意是你出的吧？啊，妈，这我就不明白叶一山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啊？妈，明浩是我的儿子，我当然要为他的幸福去争取啊。不错，我是瞒着您，让叶一山到家里来跟明浩见面了。可是，明浩回来脸上那个笑容，你也看到了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吗？妈，如果您生气，要惩罚我的话，我也愿意接受。我罚你，那我不成了破坏我孙子幸福的恶奶奶了吗？啊？那不叫领罚，是在罚我。在你们眼里，那个叶一山是只可爱的小猫，为什么在我的眼里，它是狼牙虎爪，想控制明浩生活思想的一个阴谋家呢？你说这样的人，明浩跟他会幸福吗？啊？妈，我倒是觉得您现在这么做，就是控制明浩的生活和他的思想。哎，您想啊，你是铁了心要护着那个叶一山是吧？好，我不妨碍你们幸福。妈，你要去哪儿啊，妈？离家出走。你看，爸妈，一山来了。伯父好，伯母好。一山来了，来坐。坐。一山，今天叫你过来，是想让你跟明浩的奶奶见一面。我知道，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可能是有些误会。不好了，老太太不见了！娟姐啊，现在恐怕只有你知道奶奶在哪儿了。明浩，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。不对，奶奶生气出去的时候，你是跟着的呀？青龙，您都听老太太这么说了，也不拦着一点儿。我们以为是气话呢，谁知道这次是认真的。
娟姐，奶奶出去的时候情绪怎么样？哎呀，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，这情绪怎么会好呢？哎呀，这要换作是我也觉得在这家待不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小娟，你不要说这种话了。现在关键的是要找到奶奶。是啊，娟姐，你仔细回忆一下，奶奶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？特殊啊？哦，奶奶说呀，她要去旅游散心，什么杭州啊、海南啊，说了一堆。娟姐，以前奶奶哪次旅游没带着您呢？没准飞法国啦、澳洲啊，也不一定是吧？哦，奶奶之前说呀，她要是心情不好，就去美国黄石公园，估计飞美国了。她自己飞美国？哎呀，娟姐，您看看，老太太一个人是吧？身体又不好，这多危险啊！您怎么不看着点呢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，难道我还害奶奶不成？行了，小娟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们再想想。你们都说我，其实想要奶奶回来，简单的很。伯父伯母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是我偷偷跟明浩交往的话，奶奶就不会走。依山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哎，是啊，依山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奶奶她年纪大了，她就是个老小孩儿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奶奶这电话呀能打通，她就是不接。实在不行，我看找人给她定位得了。这能行吗？哎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，我跟司机啊到林苑公寓那边去，妈之前说很喜欢那边的环境。好，我也跟老朋友们打个电话，看看他们有没有收留妈。那我呢？啊，依山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们的消息。明浩啊，把你姐喊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妈这次出门没带药，要不要去张大夫那儿打听一下？啊，也好，没带。哎，喂，奶奶。对，他们发现你没带降压的药呀，更着急了。放心，我啥也没说。好，我出去把药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好。明浩，我想一会儿跟阿姨去林苑公寓那边去找奶奶。我知道我可能不应该去，但是这个事是因我而起的，我真的很担心奶奶。没事儿，奶奶不是真跟你生气，她赌气呢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先找人，把她手机定位，然后咱们随时联系啊。放心，没事儿，有娟姐在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依山，依山，不是说好了要陪我到林苑公寓的吗？这依山没带手机，奇怪了。你现在身体状况很虚弱，不能做流产。啊，我都胖了好几斤了，还虚弱。身体虚弱和胖瘦无关，而且你有严重的贫血，如果在流产过程中失血过多，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我们这儿小地方可不敢冒这个风险给你做手术，你还是去大医院吧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现在流产，就会死？那倒不至于，不过得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来休养身体，而且还是需要人来陪你做手术的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，我一个人就可以的。你可以，我还不可以呢。我们这小地方可不敢冒这个风险。那算了，我不在你这儿做了。来。喂，罗总监，你找我啊？叶一平啊，本事不小啊，
想跳到电视台啊？看来我们这座小庙还真留不住您这尊大佛呀。我没有啊，我还骗我呢！安迪都跟我说了，还跟人家说什么大老板的关系。嘿，安迪是出了名的难搞，能要你这种员工才怪呢。哎，罗总监啊，我真的没有要跳槽，我绝对不会离开我们节目部的啊！你不离开啊？你不离开，我还不想要你呢。你听好了，叶一挺，你被开除了。一婷，脸色这么难看，来喝杯奶。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跟我作对？明明是那个齐明浩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美国朋友，我还以为他要帮我进电视台。哼，谁知道那个杀千刀的安迪居然跟罗总监认识，还把我面试被拒的事到处说。好了，现在我进不了电视台了，连网站都要开除我，你还有心思要我喝牛奶啊？一婷，你不要碰到什么事情都这么着急，好不好？秦明浩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想帮你的。但是你要理解啊，他就算能力再大，这传媒跟他也不对口啊。至于罗总监那边嘛，上次你跟他吵的确实有点凶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了解他的为人，他就是好个面子。你只要回去跟他低头认个错，他不会开除你的。我做错什么？我要低头啊？现在非得要低头认错才能继续在网站工作？那个罗总监只知道拉广告，讨好领导的女儿，还知道欺负我这个没根底、没势力的人。我现在还得低三下四的去给他道歉赔礼呀！切！一婷，我知道这回呢你受委屈了，况且你现在在网站不是还有自己一个节目吗？那算什么节目啊？连我自己都不看，我为什么总是要逆来顺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帮我？你不是能耐很大吗？一婷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不是给你找过卫视面试的机会吗？可是那一次为了我姐，我把脚扭伤了，那面试的事就没戏了嘛。哎，我问你，你那个朋友到底是玩你还是玩我？一婷，人家只是着急找一个串场的主持人，你那几天没有消息了，人家等不了啊，所以人家找了别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只会说，反正就算你有机会，你也不会帮我了。一婷，你现在怀着孕呢，什么工作呀，这些都是小事情，你的身体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现在不是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吗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你只要坚持录着节目，坚持曝光率，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。还有，电视台的那件事呢，你也别太放在心上。回头我带你去罗总监那儿道个歉，咱们去找找他，他肯定会给我一个面子的，不会开除你的。你看，你现在留在网站里面，你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的录下去，总会有希望的，对不对，一婷？哎，好像也对啊，我还是得先保住现在的工作。宝贝，这就对了嘛，慢慢来啊！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孩子，还有你自己的身体。那你今天留在这里陪我，只有你陪我，我才可以不去想那些讨厌的人和事。来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到了。没带手机。奶奶，药啊，我给你拿过来了，你可得按时吃啊。那，一定要按时吃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还会来看你的。我说奶奶，要不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吧。不回，在这儿总比回去受人气好。哎呦，可是我担心你啊。你也不听我的话，
那我走了。哎，奶奶，这药你一定要按时吃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我走了啊，奶奶，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啊！想我就给我打电话，奶奶。知道了。我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真是的。